那人高喊一声之后，方才意识到自己眼下已承阶下囚，整个人顿时又萎靡了下去，不再言语。但是看叶晨的眼神之中已满是敬畏。叶晨冷声问道：你所谓的鹰主是谁？那人抬头看了看叶晨，眼神恍惚地说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叶晨冷冷喝道：你口口声声说随时可为鹰主赴死，现在告诉我你不知道鹰主是谁？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那人恐惧无比地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从我记事那天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为鹰主奉献一切，但我真的不知道鹰主是谁，我也从未见过鹰主。叶晨眉头紧皱：那是谁告诉你要为鹰主奉献一切？那人忙道：我的父母。父母？叶晨冷冷问道：你父母在这个组织里是什么角色？那人道：我父亲与我一样，也是死士，他30年前光荣战死了。至于我母亲，她是其他死士所生的女儿，是鹰主赏赐给我父亲的。我父亲死后，他便按照鹰主的要求服毒自杀了。叶晨听到这里，心中一片骇然。如此听来，这个组织的架构之大，似乎已经超出自己的想象。于是他继续问道：你的父亲是死士，母亲是其他死士的女儿，是不是意味着所有死士生下的男孩都自小被培养成下一代死士，而死士生下的女孩就会被嫁给其他死士，继续养育下一代？是。那人点了点头道：每一个死士都是如此，都是从第1代开始一直传承到现在的，一代为死士，代代为死士，而死士之女也只有嫁给死士，为死士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这一个选择。若是想将来脱离死士，唯有勇立战功，才有机会晋升。叶晨听得惊骇，单从死士的繁衍上看，就已经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神秘组织，而且组织的架构极其严密，甚至严密到可以一代一代培养死士的地步。而且此人的父亲不可能是第1代死士，因为他的母亲是其他死士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说到他这里至少已经是第3代死士了。3代人是什么概念？以他30多岁的年纪来看，往前每一代人20年跨度，那这3代人的时间跨度至少超过了70年。一旁的万破军也同样是一脸骇然，即便是他也不曾听说过如此可怕的神秘组织。叶晨此时追问道：你是第几代死士？那人恍惚着说道：我是第10代死士。10代？叶晨听得瞠目结舌。10代死士，跨度已经超过200年。一旁的万破军也忍不住惊叹道：叶先生，若是这么看来，今天这帮人的面容、DNA 以及指纹都没必要查了，因为不可能查得到。那人也苦笑着说道：确实没必要查了，死士就是被组织豢养的奴隶，永远内部通婚，永远逃不出去，所以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资料库内都是没有记载的，别说指纹、面容，就连 DNA 也早已经被锁死了。经过10代人的繁衍，我们的 DNA 基本上与外界任何人都不再有任何族群关联，说白了，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无人知晓的奴隶，生无人知，死亦无人知。叶晨心中第一次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紧张感，这种紧张并非源自恐惧，而是源自对未知巨物的一种忌惮。仅仅是死士的存在就已经让他三观颠覆，他不敢想象这个组织的真实面目究竟有多么庞大。旋即他见此人表情颓然，似乎也并非对组织绝对忠诚，便开口问道：
听你话里的意思，你好像对这个组织和英主也颇有微词。微词？那人惨笑道，我恨不得把这个组织所有的人全部杀掉，好为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以及我往上9代的祖先报仇。说到这，他再度苦笑道，可是我没这个能力。我们从小就被组织套上了无法挣脱的枷锁，组织赋予我们超乎常人的力量，但那股力量也是藏在我们体内的炸弹，每隔7天我们都要服用一次抑制那股力量的药物，否则就会全身爆裂而死。所以我们逃不掉，也不敢逃，更不敢反抗，因为所有人的性命都被组织牢牢掌控，不只是我，还有我的妻子以及我的2个孩子。叶晨挑眉问道，你已经有孩子了？对，那人点点头，眉宇间难得露出些许温情，开口道，死士年满20岁便是婚配的年龄，会按照要求与死士后代中的适龄女人结婚，为死士繁衍后代。我的妻子也是死士的女儿，她为我生了2个儿子，大的13岁，小的10岁。叶晨又问，那你的2个儿子由谁来抚养？那人道，生活上由我妻子抚育，其他时间由年长的死士训练，年满16岁之后会成为下一代死士，开始为组织执行任务，如果侥幸到60岁还没死的话，就可以留下来做年轻人的导师。叶晨问，死士有想过反抗吗？当然，那人道，每一代死士都有人想反抗，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离开组织，生命最长只有7天。以前有人不信邪，总觉得自己能够对抗体内那股力量，但无一例外全都死了。说到这，那人又道，组织还有严格规定，一人叛逃，全家连坐。如果我想逃走，先不说我能不能活过7天，我的老婆孩子都会被杀，所以我们就像是当年被白人控制的奴隶，根本没有机会反抗。叶晨好奇地问，你还知道白人和奴隶，学过这些？学过，那人点点头，我们少年时有很多课程要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叶晨问他，你们平时生活在什么地方？哪个国家？不清楚。那人摇头道，据我所知，从我爷爷那一代死士开始，我们就住在地下基地，那个基地每天都在不停的扩建，现在规模已经堪比一座小型的地下城市。每到要出任务时，组织都会出一个任务名单，然后给名单上的每个人注射药物，药物注射之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要出任务的地方。说着，他微微一顿，继续道，就像这次，我们在地下注射完药物，醒过来就已经到纽约了。叶晨皱眉问道，那你是怎么执行任务的？谁给你发布任务？谁指引你去的体育场？那人脱口回答，是向导。上一章返回目录，下一章。